他是这个游戏里最强的反派 BOSS， 然而他的命运却也是悲惨无比。幸福的家庭被人摧毁，姐姐在大火中惨死，自己也被烧得面目全非，就连自己为了复活姐姐的研究成果都被人盗取。因此他带着他的怨气，在那个可以用脑电波共享意识的虚拟世界，制造出了无数令人畏惧的恐怖恶灵。在恶灵附身的本片故事中，我们跟随警探塞巴斯汀经历了一场在现实与幻觉之间交错的噩梦，血腥的精神病院，无处不在的怪物，以及鲁维克操控的 STEM 系统，都让人几乎分不清真假。可这场噩梦并不仅仅属于塞巴斯汀，因为他的同伴，那位看似普通、沉默寡言的女警基德曼，在同一片虚拟世界中也经历着另一段完全不同的遭遇。她也就是我们这次故事的女主角。她的真正身份并非普通警员，而是受莫比乌斯组织派遣执行一项特殊任务，而她的目标则是找到并带回那名精神病院的病人莱斯利。在莫比乌斯眼中，这个看似神智失常的年轻人是研究 STEM 系统的关键。组织高层甚至直言，没有莱斯利，整个计划将失去意义。与此同时，负责 STEM 研究的马塞罗医生与组织之间关系紧张，随时可能擅自启动实验。为了防止局面失控，基德曼必须进入系统，确保莱斯利落在莫比乌斯手中。然而，他的两位警局同伴塞巴斯汀和约瑟夫也被卷入其中。组织并未打算告知他们真相，只把他们当成了诱饵和消耗品，用以吸引鲁维克的注意。而基德曼的任务就只有一个，带回莱斯利。本作的故事也由此展开。正如本片所展示的那样，当塞巴斯汀一行人逃出灯塔精神病院，却因车祸坠落山崖时，基德曼也在燃烧的车厢中醒来，周围的人都已失踪，只留下他独自一人。如果说 STEM 世界是一场梦，那么这场梦绝不平静。实验对象大多是精神病患，再加上鲁维克偏执思想的影响，使得这里充满了混乱与恐怖。每一个人进入其中，都会因自身经历和意识不同而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。穿过阴暗的通道，基德曼很快找到了莱斯利，但随即他的视野开始扭曲，意识仿佛被拉入另一处空间。那一刻，他仿佛回到接受任务的当天，护士正为他注射一种药物。在这药物注射之后，他的意识来到了一个虚拟空间，伴随撕裂般的痛楚，他拔下夸张的针管，抬头望见一个恐怖的身影，那是一个下身修长、头顶探照灯的怪物。自此将成为他噩梦中最常见的追击者。与塞巴斯汀在本片中的战斗不同，基德曼在 DLC 中几乎没有武器，他唯一能依靠的是一支手电筒和自己的潜行技巧。在黑暗中，他只能小心翼翼，避免惊动怪物。而他所面对的并不只是怪物的威胁，还有来自莫比乌斯的不断提醒，他必须忠于使命，必须带回莱斯利，甚至不惜除掉塞巴斯汀和约瑟夫。在设施深处，他发现了马塞罗医生留下的研究资料，从这些线索中，他逐渐拼凑出 STEM 系统的诞生过程。原来，在那场大火之后，鲁本承受了严重的创伤与心理扭曲，他疯狂地尝试复活姐姐劳拉，进行各种残忍的实验。马塞罗医生曾一度是他的合作伙伴，却在关键时刻背叛了他，篡改研究成果，把功劳据为己有。面对莫比乌斯的压力，鲁本不得不将 STEM 设置为只有自己的脑电波才能启动。正因如此，他才被捕获肢解，只留下大脑作为系统的核心。而在 STEM 中，鲁本彻底化身为鲁维克，成为能随意操纵世界的主宰。对基德曼来说，这一切的信息并不只是资料，而是现实中不断逼近的威胁。他亲眼看见鲁维克在系统中游走，试图将所有人分开，制造混乱。即便是马塞罗也没能逃脱怪物的追击，最终丧命。在这片噩梦般的世界里，基德曼不仅要躲避可怕的怪物，比如头顶探照灯的灯姐，还要面对自爆型的畸变体。他们丧失了视力，但能凭借敏锐的听觉捕捉猎物的声音。女主的脚步声、门的吱呀声，任何细小的动静都可能让她暴露。基德曼只能依靠前行与环境谨慎前进。几番周旋后，他终于与塞巴斯汀和约瑟夫短暂重逢，但命运并未让他们真正站在一起。隔着厚厚的单向玻璃墙，他看着同伴们逐渐远去，而自己则被迫再次独自面对危机。也是因此，基德曼不幸被鲁维克抓住，被关进了一个注水的笼子里。这里也与本片剧情重合。塞巴斯汀和约瑟夫发现了被关的基德曼，然而在营救时却又遭遇地面塌陷，基德曼和约瑟夫都掉了下去。不久之后，约瑟夫在鲁维克的影响下失去控制，向基德曼发起了攻击。基德曼不得不依靠前行，借助环境制造声响，才找到机会将其制服。那一刻，他甚至以为自己亲手杀死了搭档，内心的震撼与愧疚让他几乎陷入崩溃。接着，他的意识被拉回到儿时的记忆，摇椅轻晃，母亲的影子浮现眼前。基德曼出生在一个偏僻小镇，父母沉迷于教会，几乎从未关心过他。
14岁时，他独自离家流浪，直到被莫比乌斯发现。那个组织给了他食物、住所和金钱，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幸福的味道。自此，他成了莫比乌斯的棋子，心甘情愿效忠。然而，如今的经历让他开始怀疑，自己追随的究竟是救赎，还是更深的牢笼？在不断的追寻中，基德曼终于再次找到了莱斯利，并将他带进了一座教堂。可没过多久，鲁维克也紧随其后，他的身影带着阴冷的气息，语气中充满了仇恨。他直言，莱斯利就是自己回归现实的容器，一旦计划成功，莫比乌斯也会付出代价。基德曼这才彻底明白，鲁维克的目标不是毁灭，而是通过恶灵附身到莱斯利身上，以此回到现实世界。恐惧与动摇让他几乎扣下扳机，想要直接杀掉莱斯利，以此来断绝鲁维克返回现实的途径。但就在这时，黑雾将他包围，显然是莫比乌斯的人在外监视着基德曼。他不再掩饰，直言警告基德曼必须带回莱斯利，否则就会被视为背叛者。这场追逐与折磨让基德曼感到无处可逃，无论是童年的冷漠家庭、街头的孤独岁月，还是如今的莫比乌斯，他始终活在看不见的牢笼里。可这一次，他心中渐渐有了抗拒，他不想再被操控。随着噩梦的继续，基德曼逐渐触碰到莫比乌斯真正的理念。这个组织宣称要用 STEM 拯救人类，让所有人共享一个意识，摆脱痛苦与混乱，但他亲眼看到的却是组织的残忍与虚伪。所谓拯救，其实是彻底的控制。在克里姆森市的幻象中，基德曼看见了塞巴斯汀的过往，他失去了女儿，也失去了妻子，却依然坚持作为警探的职责。回想起自己刚加入警局时，塞巴斯汀给予过的照顾与信任，基德曼心中生出强烈的愧疚感。莫比乌斯曾命令他除掉塞巴斯汀和约瑟夫，但如今他已经无法再下手。穿越破碎的城市，他在黑暗走廊里再度遇到灯姐。这一次，他不再选择逃避，而是举枪迎战。几声枪响过后，灯姐倒在了地上，那挥之不去的梦魇终于结束。与此同时，剧情与本片的视角交织，塞巴斯汀与他短暂会合，却又因异变不得不再次分开。面对鲁维克的不断干扰，基德曼逐渐下定决心，他要为自己的信念而战，而不是盲目服从莫比乌斯。最终，在灯塔精神病院的顶层，真相彻底揭开，鲁维克与莱斯利的融合即将完成，而塞巴斯汀则与巨大的昏种怪物展开殊死搏斗。基德曼的对手则是那名黑衣人，他心中恐惧与忠诚的化身。经历过痛苦与犹豫，他终于做出了选择。在激烈的战斗后，黑衣人倒在他的脚下，基德曼举枪走近，眼神中不再有迷惘。他低声回应着组织曾经的教诲：服从，不，我只忠于自己。随着一声枪响，他彻底与过去决裂。当一切结束，基德曼回到了现实世界，莱斯利也在昏迷中缓缓醒来。此时，一群身穿隔离服的人闯入房间，为首的竟然是一名女子，她手上的标志昭示着她的身份，也是莫比乌斯的一员。而让基德曼震惊的是，她的名字竟是塞巴斯汀的妻子麦拉。故事到这里落下帷幕，但谜团并未真正解开，莫比乌斯的阴谋仍在继续，麦拉的真实身份与目的也尚未揭晓，而这一切都将为后续的故事埋下伏笔。感谢各位的耐心观看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接下来想听的游戏剧情。我是石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